香克斯有3枪，路飞有海陆空，黑胡子手下的3大主力，你知道叫什么合适吗？每个四皇团除了船长之外，都有3个战力强悍的人。代码海贼团有3大将星，分别是卡塔库利、斯木吉和克利贾。百兽海贼团有3大灾害，炎灾镜、地灾奎因和旱灾杰克。白胡子海贼团有16位队长。尾田曾说他们的战斗力属于同一水平，不过从顶上战争的表现看，前3位队长的实力明显高于其他人。白胡子海贼团的3大战力叫3队长应该比较合适。草帽团的3大战力名字就比较多，有人说叫3吃、索隆怒吃、山治花吃、盛平鱼翅，看起来一点毛病也没有。个人觉得叫海陆空更加合适。盛平来自鱼人族，擅长在大海中作战，而且海水会提升他的整体实力。山治非常精通月步的使用，还拥有杰尔玛制造的3号战斗服，可以在空中长时间进行战斗。索隆很不擅长空中战斗，在德岛对战皮卡需要借助外力，对抗炎灾镜也凸显了空战的劣势。不过索隆在陆地上战斗力很强，挡住四皇大妈凯多的合体技能霸海，也能给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胸口留下伤疤。从红发团上传的顺序可以确定，香克斯的3大战力应该是本贝克曼、耶稣布和拉基路，称呼他们为3枪最为合适。本贝克曼用枪喝退海军大将黄猿，耶稣布是非常有名的狙击手，拉基路第一次出手就用枪干掉一个山贼。黑胡子的手下除了轻质，都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大混蛋。从目前的剧情来看，3大战力中不会有轻质，应该是巴沙斯溪流还有恶政王，称呼他们为3大恶棍应该最合适吧。虽然说老沙和鹰眼是十字工会的掌权者，巴基好歹也算是当今的四皇，他手下的3大战力叫什么呢？亚尔丽塔是巴基的红颜知己，3哥加尔迪诺差点干掉巨人东利和轻轨，还有一个应该是那头狮子利基，他毕竟是打败过魔奇和卡巴基的存在。这3个人都有着巴基一样的运气，叫他们幸运3神算不算合适呢？你知道巴基掌握了哪些惊天秘密吗？远古兵器天王的下落，路飞的叔父是谁，还有洛克斯的遗物，他全部都知晓。当年巴基在罗格镇处刑路飞，被多拉格用一道闪电救下，之后就决定带着巴基海贼团的人再次进入伟大航路冒险，却在偷偷挖掘财宝的时候闯入海军营寨，被抓住关入推进层。从岛屿的形状看很像是蜂巢岛，难道说巴基在寻找洛克斯的遗物？当年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巴基就对寻找宝藏很感兴趣，准备将恶魔果实卖掉当启动资金，藏宝图却因香克斯沉入大海。后来在推进城遇到仇敌路飞，面对当年的仇敌，巴基表现得很不友好。当路飞送上约翰船长的藏宝图后，答应帮助路飞前往第6层救艾斯。因为在顶上战争的活跃表现，巴基被海军邀请成为王下七武海。为了扩充旗下雇佣兵的规模，迫不得已找克洛克达尔借钱。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老沙带着鹰眼找巴基还钱，成立十字工会。从此也可以推断出，顶上战争完结后，巴基并没有去找约翰宝藏，亦或者巴基已经找到约翰宝藏，得到的宝贝却不是期待中的金银珠宝。巴基的战斗力虽然很弱，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传说级海贼，从小就跟着罗杰冒险，虽然没抵达拉夫德鲁，也经历过不少大事件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路飞在雷利和慎平的陪同下回到马林范多祭奠艾斯。巴基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，而是对路飞的身世进行了分析。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，老爸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，雷利难道是他叔父？巴基和乌索普一样，都拥有霸王色运气，说过的话基本都能成真。成为七武海后，居然妄图当四皇，没想到一句玩笑话居然成真了。他说雷利是路飞的叔父，难道就是尾田给雷利身世埋下的伏笔吗？当年在埃特沃尔海战中，金狮子让罗杰带上远古兵器给自己当小弟，3大远古兵器已经确定2个，海王是鱼人公主，冥王停靠在和之国。从此也可以推断出，罗杰掌握的远古兵器很可能就是天王乌拉诺斯。罗杰船上有一颗巨大的蛋，说不定与远古兵器天王有很大关系。巴基从小就待在罗杰身边，如果那颗蛋就是天王，他必定会知道。还有香克斯的身世，到底是不是天龙人，巴基也应该很清楚。他与香克斯一样，都是在神之谷大战后被罗杰收养的孤儿，两人与天龙人和洛克斯有什么关系？巴基也应该从罗杰那得到过答案。你知道开启大号的布鲁克有多牛吗？睡四皇大妈泡雷利的妞都是小儿科，还曾让50亿的强者主动给他下跪。刚登陆香波地群岛那回，草帽团都在听夏奇说雷利的往事，布鲁克冷不丁的冒出来一句，好像记得有那么个新人叫罗杰。当时觉得他在吹牛皮，怎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在草帽团歇业的2年里，别人修炼提升实力，布鲁克则找回大号，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。佩德洛与布鲁克计划偷走大妈的历史正文，对战四皇大妈本人时，布鲁克一点没怂，召唤出灵魂之王。大妈用灵魂制造的霍米兹，在他的攻击下简直不堪一击。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也被打伤，可惜布鲁克还是被大妈击败抓走，之后躺在大妈怀中昏昏大睡。这件事也只有他一个人敢做吧。被乔巴等人救出来之后，布鲁克打开脑壳拿出历史正文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讶到，不敢相信这个糟老头子能如此厉害，不仅有睡四皇大妈的胆识，还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正文收割机。在布林和山治的婚礼上，路飞刺杀四皇大妈的计划被识破，卡塔库利率领整个四皇团反击，千钧一发之际又是布鲁克站了出来，偷偷打碎莫罗修女的相框，
才让刺杀四皇大妈的计划能顺利推进。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布鲁克一刀劈开宙斯，让大妈差点落入水中，最后还能抓住雷云宙斯，让娜美的战斗力提升 N 个档次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宙斯与天后棒融合，帮助娜美干掉赏金4亿的乌尔提。当年在恐怖三维帆船登场时，布鲁克就干过一件很牛逼的事，向娜美提出看胖次的要求，不出意外被娜美朝着脑袋来了一脚。后来在香波地群岛又询问夏奇胖次的颜色，不过夏奇回答他了，夏奇可是雷利多年的女伴。这波操作妥妥的给雷利戴了顶绿帽子。来到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，布鲁克就默默跟在罗宾的后面。罗宾对战飞6包黑玛利亚，他就小秀一波实力秒杀所有小喽啰。罗宾受伤被 CP0 的成员追杀，他就抱着罗宾逃跑到安全地带。当年罗杰海贼团称霸大海的时候，有一位大海贼叫红伯爵，据说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就与罗杰和白胡子海贼团平起平坐，曾经与钢骨空决斗也是不分胜负，最终体力耗尽被卡普关入推进城。红伯爵有如此战斗力，赏金至少能匹敌罗杰和白胡子的50亿倍率，他却是布鲁克的小迷弟，曾经主动给布鲁克下跪表示崇拜。众人评价黑胡子当上四皇，香克斯派人监视他的行踪，伊姆决定将黑胡子彻底铲除。当年草帽团在愚人岛冒险，盛平向路飞介绍世界局势，说到黑胡子成为新任四皇，娜美等人表现得非常不淡定，他们完全不能接受黑胡子这种可恨的人居然能成为海上皇帝。盛平对黑胡子也很忌惮，得到阵阵果实后的实力异常强大，路飞与他还有特别深的过节。黑胡子必定会成为路飞的最大敌人，不过路飞的表现却很惬意，一直在吃东西，完全没有听盛平在说什么。被盛平提醒之后，路飞才说了一句，他喜欢听天由命，没有必要在乎这些，对于谁当四皇都无所谓，反正他要成为海贼王，就需要打飞所有四皇。马尔科绝对是最恨黑胡子的人，老爹和兄弟都因为他而丧命，带着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去报仇，结果被狠狠摩擦一顿，惨败收场。当说起黑胡子成为四皇的事情，马尔科表现得很淡定，也非常无奈。自认吃下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已经不是他们能抗衡的敌人。赤犬成为海军元帅后，抽着雪茄却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。得知路飞的赏金涨到15亿倍利后，当着黄猿的面将悬赏令烧毁，随后咬牙切齿地说，不管是五皇还是什么四皇，他都要统统干掉。赤犬说这句话多少有点吹牛皮，完全忘记被香克斯吓出冷汗的事情。不过也能看出他并不在意黑胡子，不管谁当四皇都是海军的敌人。香克斯对黑胡子的态度一直很谨慎，他知道黑胡子的可怕之处。多年前2人爆发过战斗，香克斯没有大意，还是被对方打伤左眼。后来得知艾斯要去追杀黑胡子，担心世界局势会因此发生变动，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让白胡子必须将艾斯召回来。自从黑胡子海贼团成为四皇后，香克斯就一直派人监视他们的动向。在艾尔巴夫对战基德海贼团，还特意询问手下黑胡子在哪里，可见香克斯对黑胡子一直很忌惮，必须得知他的一举一动才会安心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对黑胡子也有一丝的畏惧，不仅仅是黑胡子吃下2颗恶魔果实，还因为他的名字中包含地，据说地质一族能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吴老星忌惮黑胡子也很正常。伊姆对黑胡子当四皇也非常不爽，把他和路飞当成同等危险的存在，用刀将黑胡子和路飞的悬赏令砍碎，有将他们必须除掉的决心。在和之国大战中，吴老星已经命令 CP0 成员务必取下路飞的脑袋，出手对付黑胡子海贼团应该不会太远了吧。凯多战败之后留下的未解之谜，顶上战争想救白胡子，贬低过卡普的战斗力。打武当状态下的路飞并没有使用全力。第一个是凯多与红发有没有爆发战斗。顶上战争爆发之前，凯多和进本想去马林范多凑热闹，却被香克斯带着手下阻止。具体的战斗经过并没有公开。从红发团全员无伤来到马林范多，应该是凯多和进被击败了。也有海米推测是香克斯发动了面果实，凯多也不得不给一个面子。红发海贼团与凯多的交手时间不长，应该没有爆发激烈的战斗。第二个是凯多为何骂白胡子无能。得知白胡子在马林范多战死后，凯多居然发怒说白胡子无能，像是在责怪他没能活着离开海军基地，也没有将艾斯安全救出来。难道说当初凯多和进要去顶上战争，目的是帮助白胡子救艾斯吗？凯多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爆发战争，应该不会有救白胡子这种想法。第三个是凯多为何贬低卡普的实力。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认可路飞是能与自己搏命战斗的人，与之同时还强调罗杰和洛克斯等人也拥有能和自己决斗的实力，其中却没有英雄卡普。难道是不认可卡普拥有击败他的战斗力吗？凯多虽然被海军多次抓捕过，都是一个人挑战整个海军部队，对手应该是赤犬和黄猿这些人，轮不到卡普和战国等老资格出手。凯多说能与自己决斗的人中没有卡普，应该是没有与卡普正面战斗过。第四个是凯多到底是不是鬼族。凯多所属的种族一直没有确定，头上长着2个犄角应该属于特殊种族。他与小时候的大和对话时提到，强大的鬼族不可能与人类做朋友。难道说凯多真的来自于鬼族？大和的母亲或许也是鬼族的成员吗？第五个是凯多打路飞为何没用果实觉醒。在弹头岛事件中，CP0 的陆奇和卡库都掌握了动物系果实觉醒能力，
不过凯多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却没有使用最强的果实觉醒状态。凭借凯多对恶魔果实开发的天赋，将鱼与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很轻松。凯多之所以没有使用觉醒能力，要么是觉得打路飞不需要使用底牌，要么就是对路飞放水了。他想看看路飞到底会不会成为乔伊波伊。凯多经历过非常悲惨的童年，也期待太阳神妮卡拯救世人的故事会成真。赤犬透露出萨博真正的战斗力不比任何海军大将弱，难怪当年黄猿被他一招火拳打到认怂。自从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后，海女们就在争论他有没有超越大将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，佩刀斩蛟也是名刀，能轻松劈开一栋城堡，主动站出来阻挡萨博，却被虐了一顿。头盔被捏碎，差点丢掉小命。萨博能秒杀巴斯提尤，主要依靠霸气和体术，并不是烧烧果实的能力。对战大将藤虎，从场面上看算5-5开，萨博却表现得有一些吃力，同时强调没有熟练掌握烧烧果实，可见当时他的实力还比不过海军大将。后来与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战斗，萨博对烧烧果实的使用有了提升，将霸气与果实能力结合，开发出招式火焰龙王，将巴沙斯狠狠虐了一顿。这时萨博的赏金也才6亿200万贝利，相比四皇团2把手还有不小的差距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向天龙人宣战。见到暴君熊失去自我意识，成为奴隶，萨博决定必须救走曾经的同伴。在解救暴君熊和天龙人的奴隶时，萨博等人暴露身份，与2位大将交战。巨人茉莉的对手是绿牛，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掌，场面上占据优势。乌鸦与藤虎爆发战斗，事后藤虎的脑袋缠着绷带，应该没打赢乌鸦。萨博并没有参与释放奴隶的战斗，而是偷听寇布拉与伊姆的对话。行踪暴露之后，吴老星和伊姆同时开启果实能力，一招将萨博打成重伤。好在有寇布拉舍弃性命的掩护，才让萨博保住性命，从玛丽乔亚逃走。事后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从名气上看很霸气，并不能体现战斗力很强。赤犬得知此事后，指责藤虎和绿牛实力弱，让革命军的队长们逃走。从赤犬愤怒的态度来看，也是认为萨博等人的实力并不比海军大将差。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萨博为了保证路飞能顺利击败黄金地太佐洛，一个人挡住陆奇率领的10艘军舰。从战局上看，萨博的实力并不比陆奇差。当时的陆奇已经拥有果实觉醒能力，萨博能抗衡他，实力绝对有大将级。还有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路飞等超新星，就在路飞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萨博甩出一记火拳挡住所有光粒子。黄猿见到萨博出手有点忌惮，也不敢再次对超新星们发动攻击。如果萨博拥有1000000分之1的霸王色，结合烧烧果实，应该有4皇水准吧。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，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。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。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，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可以确定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，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，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，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，才选择从海军离开。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创建了革命军。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贝加庞克。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，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，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，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。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？当年在罗格镇出场，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，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。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，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，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，而且龙还告诉熊，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，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。第三个是龙的老婆，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曾经有海米推测，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，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，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，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，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。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，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，路飞才降生于世，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。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，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，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。不过尾田还说了，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，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，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，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，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，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。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，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。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？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，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，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。一直未用全力战斗的鹰眼还是最强剑豪吗？战斗力能超越他的新角色已经登场。自从香克斯在东海把一条左臂堵在新时代上，鹰眼就放弃与他决斗，再也没使用过全力进行战斗。在东海遇到刚出道的索，用胸前的佩刀给对方上了一课，
当时的索隆也算小有名气，在鹰眼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来到顶上战争，鹰眼打算用全力战斗，他想测试与白胡子的差距，挥出的斩击被钻石乔兹挡下，完全不具备斩断钻石的力量。抓捕路飞时遇到七武海圣瓶，仅仅用了一招便将圣瓶打飞。这场战斗在漫画中没有，是动画组加戏。为了凸显鹰眼的实力，与花剑比斯塔战斗更像打太极，两人互相吹捧都没有全力输出。比斯塔的生命卡显示他拥有匹敌鹰眼的剑术，略微有些不合理。还有对战达兹波尼斯，也是一刀下去将对方砍倒在地。不过与克洛克达尔交战，鹰眼选择主动放弃，也让他的战斗力被拉低。再来看与鹰眼实力不分胜负的香克斯，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强者的震撼感。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瞬间移动到赤犬面前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拯救克鲁，吓得赤犬脸颊流出冷汗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只能乖乖看着巴基送走路飞，去和之国近海溜达，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吓得大将绿牛乖乖逃走。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保护乌塔，一个瞬间移动直接秒杀黄猿，攻击赏金30亿的超新星基德。红发稍微有点认真，一招神臂又是秒杀。不过在海军看来，鹰眼的实力比香克斯更强。在公布鹰眼的赏金时，明确强调了他的剑术在四皇红发之上。都说越晚出现的人战斗力越强，吴老心中的光头剑士叫赞巴隆维内斯兽狼圣，是掌管财务的武神，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无上大快刀初代滚彻。从吴老星的普通一击能重伤萨博看，光头剑士的战斗力或许不低于四皇。在漫画1086话中，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登场，他叫费加兰德·盖林格圣，是一名身材健硕的老者，手中拿着一把外形霸气的西洋剑，必定是一名剑士。作为伊姆王牌军团的首领，盖林格圣的战斗力比鹰眼强一些也很合理。从目前的剧情来看，伊姆就是最终 BOSS。他告诉吴老星必须抓捕薇薇，这也注定了草帽团与伊姆会有一战。路飞的对手就是伊姆大人。索隆的对手可能是吴老心中的光头剑士，也可能是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。这两人应该就是海贼王完结前索隆的最终对手。经历过我的童年，你未必能活得下来。这个要当海贼王男人的精神小伙，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？小时候的路飞与孤儿没什么两样。母亲是谁至今没有露面，老爸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，搞了一支军队要推翻天龙人。爷爷是海军英雄铁拳卡普，在外面带着一群海军锤海贼，回家还会朝路飞脑袋上来2拳。美其名曰爱之铁拳。为了让路飞成为优秀的海军，卡普对他开启了魔鬼般的训练，丢进1000米的深渊之中，流放到黑夜的雨林之中，绑在气球上放飞到空中，让路飞与一群猴子战斗，打输了又会朝脑袋上砸2拳。训练过后，路飞也会到酒吧消遣，与红发海贼团的人混在一起，吵吵着让香克斯带他出海。山贼王西格带着小弟来买酒，香克斯主动送上1瓶酒示好，被一拳打碎，还遭到一番羞辱。西格可是赏金800万的大山贼，香克斯这等海贼被他干掉过50多个。路飞见到香克斯没有还手，非常生气，化愤怒为食量吃下恶魔果实，成为能自由伸缩的橡胶人。事后路飞找到西格讨要说法，脑袋却被对方狠狠踩在脚下。香克斯带着所有伙伴及时赶到，小卡拉米跑出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，垃圾路率先开枪干掉一个人，本贝克曼紧随其后撂倒所有敌人，还是让西格逃到了大海之上。近海带鱼突然出现吞掉西格，香克斯为了救路飞丢掉左臂，听到路飞说了与罗杰一样的话，香克斯将自己的草帽托付给他，激励路飞成为一名大海贼。卡普回到风车村后得知此事，将路飞托付给好友达旦抚养，还嘱咐艾斯与他好好相处。路飞想要融入艾斯和萨博的圈子，每天跟在2个人后面弄得一身伤。为了保护萨博与艾斯的秘密基地，路飞被海贼吊起狠狠揍了一顿，生命受到威胁也没有透露半个字。从此3个人成为生死相交的兄弟，相约在17岁出海成为一名海贼。萨博为了逃离贵族的肮脏生活，迫不得已在10岁时独自出海，遇到天龙人遭受炮击沉入大海。艾斯告诉路飞要完成萨博的愿望，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变得更加强大。艾斯比路飞大3岁，率先出海，不久便成为报纸上刊登的大海贼。3年之后，路飞向养母达旦告别，一人一船一桶出海追寻梦想，遇到那条咬掉香克斯胳膊的带鱼，路飞奋力一拳将他揍了一顿，为香克斯报完仇后，开启成为海贼王的梦想。专注高端局的马尔科到底算不算4皇守门员呢？香克斯才是最清楚的人。小时候的马尔科特别幸运，能跟在世界最强男人身边成长，还吃下了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也让他获得了强悍的战斗力。拥有霸王色霸气的光月玉田，也只能屈居马尔科之下当第2队长。对战年轻时期的冥王雷利，马尔科的攻击被一根手指挡下，战斗力却得到了雷利的赞扬。顶上战争的马尔科表现异常活跃，轮番对战海军的最高战力3大将。见到黄猿主动攻击白胡子，马尔科用身体挡下8尺琼勾玉，顺带来了一脚将黄猿踹飞。黄猿非常认可马尔科的战斗力，让巨人族行动起来防止空袭。见到赤犬打算对路飞出手，青雉立马站了出来主动攻击，就当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胳膊，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演戏的时候，马尔科飞过来将青雉一脚踹飞，干掉艾斯后，赤犬将目标对准路飞，盛平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岩浆拳头。马尔科与比斯塔趁机攻击赤犬，
却忘记使用霸气没能造成伤害，反过来还被赤犬嘲讽不会用霸气。后来连同白胡子海贼团的所有队长也没有阻挡赤犬追杀路飞的脚步。偷袭处刑台被卡普一拳头揍飞，蓝色火焰也没有吸收铁拳的伤害，可见马尔科并不算最顶级的强者。战国与白胡子海贼团交战多年，对马尔科的战斗力也算非常了解。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丢掉性命后，战国一度认为马尔科带领众多队长有顶替白胡子成为四皇的资格，可惜马尔科没能证明自己的四皇实力。对战双果实的黑胡子被完全碾压，事后还感叹自己完全不是黑胡子的对手。来到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一脚踹翻四皇大妈的海贼船，与四皇大妈单挑也能打伤普罗米修斯，甚至让大妈觉得自己杀不掉马尔科。不过在对抗大看板岩灾镜和奎因时，马尔科暴露出攻击力不强的弱点，虽然能牵制住两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，却没有打败对方，反而耗尽了自己的体力。香克斯对马尔科可谓非常赏识，当年罗杰与白胡子海贼团爆发战斗，身为实习生的香克斯就认识了马尔科。几十年后，香克斯登上莫比迪克号找白胡子，也是立马邀请马尔科成为伙伴。后来帮助路飞在和之国击败凯多后，马尔科乘坐红发海贼团的船离开，香克斯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。能让香克斯发出2次邀请的人，必定拥有非常强悍的战斗力。不过霸王色缠绕已经成为强者标配，只拥有见闻色和武装色的马尔科，还有没有作为四皇守门员的资格呢？为了提升艾斯的实力上限，尾田公开2条信息来证明，增加一场与幻兽种的战斗。艾斯在17岁出海后，立马成为超级星人。香克斯非常赞赏他的实力，差点把刀砍了过去。海军也很认可艾斯的战斗力，邀请他当七武海。不过在对战黑胡子的时候，艾斯的炎帝被黑暗吞没战败。在顶上战争，艾斯与青雉交手，招式互相抵消不分胜负。对战大将赤犬的时候，艾斯的表现显得太过稚嫩，被赤犬的言语激怒，放弃逃跑，败在能燃烧火焰的岩浆之下。最后为了救发呆的路飞，身体被岩浆拳头贯穿丧命。整场战斗艾斯都没用霸气，也让人觉得他不会武装色。纵观2年后的战斗，随便一个小喽啰都会使用霸气。世界最强生物凯多也说了，霸气才是凌驾于一切的力量。为此，作者尾田在艾斯的小说中强调，艾斯对霸气修炼很有天赋，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，就掌握了武装色霸气的用法。顶上战争时期，霸气设定还不完善，也是误认为艾斯不会霸气的原因。后来在 SBS 中，有读者询问尾田，白胡子海贼团队长们的强弱，16位队长之中，是不是越靠前就代表战斗力越强呢？尾田很认真地回答说，所有队长的战斗力差别并不大，数字的大小不代表战斗力，数字越小也不代表实力越强。艾斯作为2番队长，战斗力应该和马尔科比斯塔一样。马尔科在顶上战争能一脚踹飞大将黄猿，为了救路飞也能一脚踢飞大将青雉，对战赤犬处于劣势，还算有一战之力。比斯塔作为4番队长，与世界第1剑豪鹰眼也能打得有来有回，从此也能推断出艾斯的实力也有准大将级别吧。不过白胡子海贼团的其他队长们战绩表现确实有一点差，顶上战争时期都在打酱油，没有展示出过硬的实力。还有16番队长乙藏，在和之国被一拳小喽啰打伤，对战2位 CP0 组织的强者，干掉1人后，自己也丢掉了性命。从此也能反映出白胡子海贼团的16位队长并不在同一战力水平。为了满足粉丝们对艾斯的想念，尾田在和之国篇增加了一段剧情，就是艾斯去和之国冒险，闯入鬼岛拯救被百兽海贼团拐走的孩子。当时凯多并不在府邸，带着手下的干部们远征去了。艾斯遇到了留守的大和，2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，最后是不分胜负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大和是幻兽众大口真神的能力者，还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在鬼岛屋顶单挑凯多，虽然没有获胜，也坚持了一段时间。凯多也很认可的大和的实力，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而放水。通过大和与凯多战斗，也能佐证艾斯有对战4皇的实力。十字工会进攻推进城，招兵买马，卡普重伤解救科比逃离蜂巢岛。休刊4周后，海贼王1087话将在7月17日正式更新。目前已经确定1087话的标题为 D 的意志继承。接下来我们将会见证强者之间的战斗越来越激烈。具体的情报内容来自海米 YY。真假难辨仅供娱乐消遣。为了建设理想国度，克洛克达尔很赞成鹰眼扩充兵力的提议。巴基也想壮大自己去抢夺 One Piece， 提议他们去海底监狱招人，就像当年的黑胡子一样，释放出实力强大的海贼作为同伴。克洛克达尔在2年前经历过那场史诗级的越狱行动，也非常清楚黑胡子能当海上皇帝，就是因为那些强大的罪犯。于是在巴基的率领下，十字工会闯入海底大监狱。因为七武海制度废除，整个世界乱成一片，推进城没有充足兵力镇守，赤犬迫不得已派遣大将藤虎和绿牛去对抗十字工会。克洛克达尔与绿牛爆发战斗，森森果实被莎莎果实完全克制，绿牛在战斗中处于明显劣势，不过还没有被克洛克达尔击败。鹰眼与藤虎的战斗更为激烈，2人都是用剑的高手，不过在推进城狭小的空间内，藤虎无法施展重力果实，完全不是鹰眼的对手。画面来到蜂巢岛，卡普击退青雉后告诉所有人，即便是他们的船长黑胡子归来，也会将他击败带走科比。溪流并没有理会卡普的话，利用隐身果实从背后发起偷袭，却被卡普用见闻色锁定，一招银河冲击砸在脑袋上昏晕过去。此时青雉也从地下爬了上来，
打算用冰块将卡普瞬间冰封，却以失败告终。镇守蜂巢岛的大酒桶和恶政王等人也加入了战斗。科比和 Sword 小队一起对抗黑胡子海贼团的杂兵。卡普一个人对战青雉，外加4位黑胡子海贼团的干部。一轮激战过后，我们能看到整个蜂巢岛被摧毁了一半。溪流和其他3位干部倒在血泊中，完全失去意识，一动不动。青雉还保持着一丝的清醒，已经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。卡普也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连同 Sword 小队一起离开蜂巢岛。此时的圣地玛丽乔亚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费加兰德加林正在通话，电话虫的另一头，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侧脸，与香克斯长得一模一样。费加兰德加林命令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薇薇公主。伊姆大人已经下达命令，将所有的地之一族全部消灭。以上就是海迷自行歪歪的剧情，并不代表正式的漫画内容。如果剧情真的如此发展，一定会让粉丝们热血沸腾吧。觉醒米卡果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路飞距离香克斯还差3种顶级技能，第一种是瞬间移动的速度。路飞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对战 CP9 组织中的布鲁姆，根据对方使用海军60中的体，开发出橡胶果实2档，通过增加身体血液的流动来强化身体的移动速度。不过相对拥有光速移动的黄猿，路飞的2档还是慢了很多。此后路飞开发出3档、4档和5档，都没有进一步提升速度。在鬼岛屋顶的决战中，路飞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能判断出凯多的下一个招式，依旧没能躲过狼牙棒的攻击。可见路飞在移动速度方面还未达到最顶级强者的水准。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香克斯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。去马林范多中节顶上战争，红发海贼团的船还未靠岸，香克斯就已经来到赤犬面前，挡住岩浆拳头将科比救下。后来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明确香克斯拥有瞬间移动能力，面对拥有光速移动的大将黄猿，也被他用刀架在脖子上不敢动弹。第二种是见闻色的等级不如香克斯，路飞闯入蛋糕岛接山治，对手是赏金10亿5700万的卡塔库利，两人都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不过在见闻色等级上，路飞差了一个档次，没能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使用出的任何招式都无法打中敌人。在绝境之下，路飞觉醒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。香克斯拥有的见闻色等级比所谓的预见未来更加高级，是能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，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会使用。从路飞对战卡塔库利来看，见闻色有差距会让战斗力差一个等级。香克斯作为路飞的下一个老师，会将见闻杀传授给他吗？第三种技能是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，与世界最强生物凯老师一战，路飞开发出2种最顶尖技能，一种是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掌握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另一种是最顶级的霸王色用法，像武装色一样缠绕隔空攻击，帮助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赏金涨到30亿贝利，登基海上皇帝。香克斯也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仅用一招神臂就能秒杀30亿基德。据说香克斯拥有最强的霸王色，也是唯一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的人。当年去白胡子船上讨论艾斯的事情，就释放过霸王色阵列船板。如此来看，路飞的战斗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除了战斗中体力不足的问题外，还得学会以上3种技能，才能达到香克斯的级别，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强者。轻松秒杀过2位海上皇帝，让黑胡子主动认怂不敢战斗。卡普强调青雉的实力在赤犬之上。当年在无名小岛遇到路飞的草帽海贼团，青雉秀了一波实力，将整个海面瞬间冰封，紧接着出手抓捕罗宾。草帽团3大主力立马出手阻挡，可惜实力差距太大，索隆山治和路飞被瞬间击败。随后路飞与青雉单挑，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被冻成冰雕战败。现在的路飞已经觉醒米卡果实，也有实力干掉青雉为爷爷卡普报仇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青雉的表现还算积极，将巨大海啸瞬间冰封后，立马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出手，不过被对方从空中击落跌入大海。第2次对战白胡子，青雉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提前元素化躲过从云切，将白胡子冰冻成雕像之后，却感叹震动无法冻住，自认实力不如对方。就在此时，钻石乔兹突然出现，将青雉撞飞后，嘴角流出鲜血。后来乔兹因白胡子受伤而分心，被青雉冰封后丢掉一条胳膊。对战当时的巴基可谓完全碾压，青雉毫不费力将其冻成冰雕。现在巴基和路飞一样都是4皇，再次遇到青雉，结果还是会被秒杀。不过与艾斯战斗，青雉的表现很一般，两人招式抵消不分胜负。当时的艾斯赏金也才5亿5千万，实力应该比海军大将差很多。香克斯抵达马林范多后，青雉完全没有理会所谓的面子果实，主动出击攻击罗的潜水艇，说是干掉路飞，更像是阻止海军去追捕。不过青雉也为此付出了代价，丢掉海军大将的职位，还断掉一条腿。战国辞职后推荐青雉接替元帅，导致赤犬与青雉爆发元帅争夺战，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青雉以微弱的劣势战败。随后青雉辞去大将离开海军，在1年前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将大久乔特和圣胡安恶狼瞬间冰封。黑胡子到来后也不敢贸然动手，对青雉的战斗力非常忌惮，最后选择邀请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。吴老星对青雉离开海军很不淡定，指责赤犬让如此强悍的战力成为敌人。在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没有成功，黑胡子将科比绑架带回蜂巢岛，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闯入蜂巢岛，对手正是曾经的首席弟子青雉，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海底落下，将青雉砸入地底之下。紧接着卡普强调说，心中彷徨的人
毫无战斗力可言，表明青雉虽然有很强的战斗力，内心不坚定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。是否可以说当初青雉败给赤犬，是内心不坚定而不是战斗力弱于对方呢？打赏金3亿的海贼受到重创，被最强四皇一招秒杀。赤犬认为绿牛打路飞会丢掉性命。青雉离开海军后，赤犬立马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到藤虎和绿牛2位大将，被明哥称之为怪物。不过在面对藤虎时，明哥扬言能干掉对方。难道说拥有怪物实力的绿牛，明哥也自信能打得过吗？得知藤虎来到玛丽乔亚后，赤犬立马命令绿牛将他赶出去。不过绿牛没有听从赤犬的命令，还特意请藤虎吃了一碗面。藤虎的表现很激动，邀请绿牛来打一架，认为实力不比对方弱。和之国战争完结之后，绿牛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登场。赤犬派遣他去处理百兽海贼团，轻松干掉岩灾镜和异灾奎因。不过赤犬还特意交代绿牛，千万不要去招惹路飞和武士们，也是认为绿牛的战力相比赏金30亿的路飞还有一定差距。绿牛对战赤鞘九侠的表现很好，几乎以碾压的方式轻松获胜。虽然被大河用狼牙棒打中脑袋，却立马用果实能力将其束缚。大河也是自认实力不如绿牛，让桃之助快点寻求路飞的帮助。可见在大河看来，即便他和武士们联手，也打不赢大将绿牛。桃之助的表现还算可以，变成巨龙吐出热息，差点重伤绿牛。此时红发海贼团也来到和之国近海。香克斯感知到绿牛正在战斗，立马释放出强大的霸王色攻击，麻痹绿牛的身体，让他退缩。仅仅是承受香克斯的一招，绿牛就害怕到灰溜溜的逃走。香克斯出手好像是在救路飞，其实是保护住绿牛的一条命。从绿牛进入和之国开始，路飞一直在观察他的行动。察觉到绿牛从和之国离开后，路飞很轻松地说不用战斗了，可见路飞很自信能打赢这位被称为怪物的海军大将。离开和之国后，绿牛被安排去抓捕前七武海白胡子2世。白2世刚当上七武海时，黄猿评价他拥有年轻白胡子的实力，打伤过好几位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，可见白2世的实力并不弱。不过在对战绿牛的时候，白2世被他轻松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世界会议开始后，萨博带着几位军队长向天龙人宣战，见到曾经的同伴大雄被当成奴隶，萨博发誓要将他救回来。在释放天龙人的奴隶时，萨博等人暴露行踪，与绿牛和藤虎爆发战斗。藤虎与北军队长乌鸦大战，额头被打伤，缠上了绷带。绿牛的对手是巨人的茉莉，手掌被对方用3叉戟刺穿受伤。茉莉的赏金只有2亿9千万贝里，绿牛打不赢他着实有点丢面子。